父亲，你来了！明珠又学会了一个神术，明珠一定能在祭祀上招来吉兆的。下个月便是春分播种的季节了，女儿一定能让上天降下甘霖，解了这场干旱的。你与顾世子当真无任何感情？大祭司眉头轻蹙，秦明珠微低着头，颇有几分失落。父亲莫要再问了，女儿从乡下被祖母接回来时，其实是仰慕顾世子的，但顾世子身旁已经有了欢欢，女儿不愿做那等惹人嫌恶的人。父亲您不要再问了，欢欢比明珠漂亮，顾世子喜欢她很正常，女儿不愿插足他们中间，况且欢欢姑娘无父无母，明珠有父亲有祖母疼爱已经够了。她无父母是她命不好，是她父母的失职，这与明珠无关。大祭司移开眸子，牵着秦明珠的小手出了大门，正巧太子正等在圣殿门口。范英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风寒，怎么不让人叫明珠出来？叫你出来，又要多看一眼。范音语气淡淡，秦明珠一听这话，浑身都僵住了。太子殿下未免太过狂妄，怎么说话呢？若是以前还将你放在眼里，现在我都懒得看你。没大祭司狂妄，也没大祭司瞎，大祭司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闺女都能认错，你这双眼怕是也留不久了。你大祭司愣是被他气得脸色发青。父亲殿下，你们别争了，你们都是明珠最亲的人，便当看在明珠的面子上，少说几句吧。亏得没看你的面子，看你的面子恐怕都打起来了。秦明珠这脸呐，瞬间就变了。范音不想多做解释，大祭司也明白，范音生来就不该是尘世中人，这天下与范音无关，女人自然与范音更无关。范音神色淡然，双手一个控制不住就想合十，这一合上才发现不对劲儿，好歹还记得现在在外面，自己还顶着太子的名分，头上还沾着头发呢，当下便抬起手，顺势给自己鼓了个掌。皇后只得你一人，在寺庙中能为苍生解惑，坐在高堂上依然能为苍生带来福祉。你是生在帝王之家的佛子，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，无甚大过，佛祖会宽恕你的。秦欢却是直直地走了过来。大祭司，你当年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本宫一出生你就说我生来是佛门中人，将来若是不愿皈依佛门，是活不过20的。以前你还不是我女婿，只要明珠喜欢，我自会想方设法替你瞒天过海。大祭司语言中有几分自信，秦欢就站在他身后。大祭司可真能耐呀，能瞒过天道，能瞒过神明，替人改命。秦欢面含笑意地看着他。信徒都是这么欺瞒神明的吗？比不得秦欢姑娘，同样都是无父无母，但你比起明珠始终差了一头。也是了，根是如何，结出来的果子便是如何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那对无良的父母就是个畜生啊！将来死了，得将他打进畜生道才行。将来让他做一头牛，奶牛，活着挤奶，死了吃肉，活着挤奶，死了吃肉。秦欢意味深长地看着他。明珠姑娘，本宫劝你打消嫁入东宫的念头，本宫怕你悔恨终身啊！真是不知轻重的东西，对亲生爹娘也是如此恶毒，只怕根都是烂的。大祭司满脸不悦，爹娘只怕都是烂在淤泥里的肮脏东西，才能生出如此不要脸又恶毒的孩子。明珠你别怕，爹会给你做主的。下个月就是播种季，到时候由明珠来主持祭天吧。秦明珠低着头，满脸如沐，这让大祭司隐隐有些满意。这跟他想象中的女儿一模一样，乖巧可人，会笑着叫他爹爹，一点儿也不叛逆。明珠一定会努力的，将来一定不给父亲丢脸。明珠送了大祭司出门，正巧出门时，秦欢在顾家拿信出来，怀中还抱着涂扇。这是我哥给你写的诗，这里已经半个月了，他总有些话想跟你说的，对不对？我哥终于开窍了呀。涂山这小子最近不知怎么了，老是哼哼唧唧，你一来便好了，原来是想你了呀。都说这孩子不祥，但他又有什么错呢？母亲惨死，在关中产下他，
父亲却娶了那么个东西，和母亲的妹妹双宿双栖。如今那永安郡主和陈婉如在京城可是伉俪情深呢。说起他们，谁不称赞他们夫妻感情好？这孩子留不得，你是圣女，你就没发现这孩子浑身黑气缠绕，浑身都带着丝丝死气吗？圣女除魔卫道，保卫百姓，你忘了自己的职责吗？这孩子生来不祥，眉心更是一丝黑印，这是不信诸神、不信天命的叛神者。你可知什么是叛神者？便是在曾经与神明对立，属于黑暗阵营的东西。你身为圣女，不将他烧死，竟是抱着他养着他，你是疯了吗？叛神者？谁给你们的权利说他是叛神者？黑暗阵营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竟然要被你们送上绞刑架，当真可笑。秦欢这一刻是真有些烦躁，底下那些愚蠢的秃毛狗什么时候这么极端了？欢欢妹妹，这是自古以来公认的事实啊，这是属于黑暗阵营的东西，生来就该被毁灭，这是不被上天所祝福的。若是明珠猜得没错，此人一定身世极为坎坷吧，将来这孩子只怕会颠覆北渊，颠覆这世间呢。欢欢妹妹，你若是一时的烂好心，为世间带来灾难，那你如何对得起这身圣女的长裙？你倒是好人了，将出生的婴儿送上火刑架，他身世坎坷怎么了？谁生来不是一张白纸？端看教养他的人是何居心，只因他眉心那个印记，那便是黑暗阵营。他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，还不是任凭你们说？他若是黑暗阵营，那你们中有些人从一出生就该死去了，更不配活在这世间。欢姐，你这是什么？有人还给你写信，你还认识会写字的人？秦永富一脸惊讶，秦欢怎么听这话都觉得不对劲儿。我已经开始念书了，已经开始了，我现在连名字都会写了，我第一个会写的字可是财神。秦欢白了他一眼，我还得夸你，以后谁要是得罪你了，你就是写个诅咒都不会，丢死人了。秦小富感觉到了欢姐的鄙视，急忙展开那封信。我先给你念念信啊。小胖子心虚啊，这几日欢姐给他请了个老师，这天天打的手都肿了。财神不爱学习也得挨打，欢欢亲启就是让你亲自开启的意思，见信如晤，让你看到信先捂一捂。然后秦欢看着他一本正经地拿着信去枕头下面捂了捂，再拿出来。这上面也没写什么啊，欢姐，我觉得这不是一封简单的信，大概是跟你恩断义绝呢。秦欢站起身来，偏过头看着，
你看上面画了2颗星，插着个箭头，这是一箭双雕，一箭穿心的意思啊，这是要跟你断交。来时郭子敬说他哥表现得比较含蓄，这他们还叫含蓄？这都明摆着刀子捅我了呀！秦欢脸色瞬间一沉，抓着那信便撕了个粉碎，一脸的不开心。哼，绝交就绝交！秦欢心头闷闷的，看着那一箭穿心，气得晚膳都吃不下了。欢姐，你别生气了，那顾叔叔大概是嫌咱们厌烦了，以后我和涂善会养你的。秦永富一脸关切，秦欢气得小脸蛋通红，眼中满是气愤。远在边关的顾韶光打了个喷嚏，看着天边明月，微微勾唇，也不知欢欢看到他的一箭穿心会不会羞得脸红。秦欢确实脸红了，气得脸红筋胀，一晚上都在咒骂他。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秦欢梦里都是顾韶光握着剑言笑晏晏地看着他，真是讨厌，阴魂不散，居然跑到我梦里来了。叶无难从窗户探出个脑袋，芊芊女士，你感情受伤了吗？要不我给你弹奏一曲。当年九九感情受伤，想听点悲伤的歌曲，我给他弹奏了一曲，他就不哭了，还有精力来打我呢。你说不准进你家，我可没进啊，我只是把脑袋递进来而已。秦欢淡淡的哦了一声，你是不知道，当年你走后，咱们几个小精怪就艰难为生，我还学了好几门手艺养活自己呢。这哀乐我是演绎到了极致，他们都说听了我的哀乐能从棺材里坐起来呢，这可是对哀乐者最大的夸奖。叶无难掏出个唢呐，秦欢顺势躺下。这就对了，你躺着听一定很有感觉。秦欢果然听着哀乐睡着了。第二日，整个秦府都青着一双眼睛，眼睛青肿，还有些小丫鬟都吓哭了。昨儿你们可听见了？大半夜突然传来一阵哀乐，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吓死人了。明天我要去寺庙求根签，保保平安。秦欢听得那些声音，心虚的摸了摸鼻子，也不敢说什么。我的催眠曲怎么杀伤力这么大？秦永富也是白着一张脸。欢姐，咱们府上是不是闹鬼呀？昨儿我在窗户上看到一个影子走过去，摸着脑袋，但是手往前伸着，提着个脑袋一样的东西。当初那户部尚书是不是家中闹鬼啊？当时不是吊死了撞死了好几个吗？是不是没走啊？小妇声音都在发颤。别胡说，小吊死鬼每天就知道嘤嘤，他有那么大胆子？正说着呢，角落里那嘤嘤嘤的又开始了。真是够了，没见过这么胆小的。涂善可喝牛奶了？吃了呢，府上没有奶娘，但是有一头奶牛，骑下来给他喂的。好家伙，食量可真大啊！喝了一碗，见挤奶的太慢，直接上去喝，真可怕，都吸出了血了。现在奶牛都没回过神来呢。秦永富去看过2眼，那奶牛可惨了。难怪长这么胖，这小子比我能吃多了。这会儿丫鬟正抱进来，小公子正咿呀咿呀的找欢姑娘呢。瞧瞧，来了这屋里就不哭了。早上在厨房还看杀鸡，看得津津有味的。秦欢听了眉头微蹙，以后不要给他看杀生了，看看美好的。丫鬟听完这才笑着俯身应下。很快便到了春分，秦欢抱着涂善出门了。今儿春分日，他便抱着涂善往承天殿广场去了。你们每个月都这般3步一拜9步一叩去承天殿？当然了，这样才能显示心诚。你不懂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你没经历过。等会儿还会有凶兽出来，凶兽啊，可是被大祭司驯服的，只听信大祭司一人，这都是神明的力量。众人一边走一边拜，秦欢瞧见这狂热的气息，隐隐有些抵触。神明只在约束众人善恶，只在引导人生而向善。
但如今却太过背离神意了。我能动用神明的力量约束凶兽，这代表神明不曾放弃万民，神明一定会回来的。大祭司站在祭台上大声高呼，底下众人更是一声声追随。一定会回来的，一定会回来的。秦欢旁边，永安郡王爷牵着女儿和娇妻的手，只希望我妻身子平安，健康地产下灵儿。王爷，你的长子不是才离世100天吗？又哪里来的灵儿呀？秦欢偏着脑袋看向他，永安郡王爷身子瞬间一怔，众人纷纷朝他看来。王爷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哪里来的弟弟啊？我弟弟还在姨姨肚子里，还没出生呢。我娘希望弟弟能够照顾姨姨，姨姨能够照顾月儿。姨姨哪里错了？天啊，姨姨这是离中托孤，结果将人托孤到床上去了。可她肚子里孩子俨然不止3个月啊，这不就是发妻还未落气，便与小姨子搅和上了？那伉俪情深、被众人艳羡的神仙夫妻，竟然不是原配。那王爷瞒得可真好啊！你们不许说我娘娘，不许说我小娘娘，我小娘娘可好了，是母亲太过自私。是呀，你娘肚子里还怀着即将临盆的弟弟呢，你亲弟弟死在腹中，你倒是疼上小娘生的了。小姑娘，你可真是个姐姐呢。你可曾想过，你娘亲，你弟弟正躺在冰冷的棺木中看着你亲热的唤他们爹娘呢。秦欢捂着嘴笑了笑，娘，你们恩爱不要紧，但得说清楚，别让关中人死不瞑目呢。你这小姑娘可真是伶牙俐齿，我府上家事倒是让你管了，我娶发妻妹妹怎么了？亲上加亲，至少对月儿是极好的。你可瞧见了，月儿对小娘并无半分埋怨。永安郡王爷有些不悦，但大庭广众之下被人撕开恩爱，倒也是有些下不来台。是欢欢多管闲事了，只是奉劝这位夫人一句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，可要为腹中孩儿积阴德呀。秦欢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他肚腹处，那沉婉如夏的连忙退后一步，躲在王爷身后，不敢冒出头来。当初姐姐怎么死的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用自身血液为引，求了那邪祟，让姐姐难产而死，代价便是他此生最为重要的东西。月儿，你是娘最重要的孩子，只有你才是我最重要的孩子。紧紧攥着他，不知是说服自己，还是说服那举头3尺的神明。很快便能看到一出自私自利的伦理大剧了。欢姐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明明他娘对他不差，珊珊真可怜。秦永富有些郁闷，刚走出2步，便有人拉住了秦永富的胳膊。小福啊，小福，真的是你啊，小福！披头散发的女人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雍容华贵的秦欢姐弟2人。我是娘啊，我是你娘啊！你这小子竟然在京城过得这般好，你这不孝的东西，怎么就不来找娘呢？你可知道你哥下大狱了，快救救你哥哥啊！你就那么一个哥哥，你不救他谁救他？娘在京城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你们可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你要救救他。你哥还没考试，他可是个秀才，还有大好的前程，还要给娘正诰命呢。王氏眼里满是急色，死死地抓着秦永富不肯松手。放开，你不是我娘。秦永富低着头没去看王氏，他既然选择带走秦真真和秦其阳，便不再是他娘亲了。你这兔崽子，翅膀长硬了是不是？你亲弟弟不帮，你还指望这么个傻子吗？别碰我的翅膀，你说是翅膀那就是呗。
你帮帮他吧，你哥哥是走了歧路啊，他一定是病了，明明以前是喜欢姑娘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他疯了，他整日在书院里念书，竟然怀疑那方珍是个姑娘，大半夜跑进方珍屋子里，将方公子衣服扒了，当夜就被人扭送进了牢狱中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明明他是要吃皇粮的命啊！王氏被人压着推了出去，坐牢也是吃皇粮啊。秦淮宁呀，秦淮宁，你说说你害人多深？秦淮宁害人不浅，害人不浅啊！秦永富笑得直不起腰，有人能收拾他哥这个人渣，他更开心。秦欢见他并不在意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此刻春日祭上早已摆上了不少蔬果点心，都是为了祭天用。听说今日皇室也要来人，不知真假呀？祭天这么大的事，还是为了祈求降下甘霖，帝后一定会来的。听说今日祭祀由秦明珠姑娘主持，明珠姑娘可真是当代楷模，这般优秀，倒是让咱们羞愧的抬不起头来。圣子圣女从旁做辅助，咦，怎么少了2个？秦永富抬头朝欢姐看去，原来承天殿不曾通知他们，竟然真的不曾通知他们。陛下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今日为祈求甘霖，只管祭祀便是。皇后端庄大方，唯有看着秦明珠时多了几分笑容。娘娘前些日子便给了她旨意，等此事一过，便赐婚太子。她心下微微激荡，朝着秦欢的方向隐隐看去，眼神中暗含着杀意。这一次，看你能逃到哪里去！今年北渊干旱，特开坛设法，祈求上苍降下甘霖。秦明珠庄重地站起来，朝着上苍高高吟唱道：正不解语，使民给予，何以不与至思及也？患是荣语，复耶圣语，何以不与至思及也？包居行语，常夫心语，何以不与至思及也？今日秦氏明珠携全北渊黎民参生，祈求上苍为天下降甘露，解旱灾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北渊兴盛，国君安泰。说完一句，便举起手中的香，朝着上苍跪拜。皇帝听的那句国君安泰，与皇后对视一眼，两人相视而笑。你瞧，之前你还说明珠配不上阿音，如今你可再瞧瞧，人家心里有你呢，将你这个未来的父皇放在心上呢。你呀，还看上什么更为出色的野丫头？那便是天赋再好，那家世能比得上明珠？这将来太子若是没有半点助力，若是太子真的遁入了空门，那野丫头能护得住孩子？土生土长的丫头能好到哪里去？皇帝面色微滞，看了眼皇后，淡淡的点了头。咱们这等身份，岂是能随意近亲之人？你若是满意，便将那孩子给太子做妾便罢了。正妻和太子妃那是当不起的。请上苍为黎民降下甘霖，信女愿以10年寿数换取一场大雨。明珠姑娘是个好人呐，明珠圣女是个好人呐。得明珠姑娘，咱们北渊有福了。但雨依然不曾下来，甚至连风都好似静止了一般，没有半点动静。百姓隐隐有些躁动不安。秦明珠朝着秦欢看了一眼，诡异的勾唇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你们从登基便是人君人后，深得臣民爱戴，必定不是你们的过错，只怕是有人触怒了神明，让上天不喜，不然为何不愿降下甘霖？秦明珠跪在陛下面前，又将皇帝好一顿夸。秦欢看得眉头高高扬起。我有一点极其佩服他，不要脸，谁都比不过。大祭司眉头轻蹙，心中似乎在思索哪里不对。叛神者，
难道是感受到了叛神者的气息，上天降罚了？父亲，难道是叛神者连累了北渊百姓？那可如何是好？叛神者，京城竟然出现了叛神者！敢问明珠圣女，叛神者难道在京城？这等人可还活着？必须得而诛之，必杀之。你说凡人可不可笑？将一切罪过归于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你说可不可耻呢？是出现了一个叛神者。叛神者，叛神者竟是出现在京城，怎么不捉拿归案？此刻在何处？将人抓来祭天。难怪神明不肯降下甘霖，原来是叛神者竟是到了京城。叛神者乃是神明死敌，怎可放任他在京城四处走动？陛下，叛神者有人护着，父亲也不好捉拿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叛神者是神明的叛徒，是世间万物的叛徒，背弃了神明，便该一起处死。如今惹得上天震怒，当真是可恨。传朕的命令，立刻将人捉拿，处以火刑。秦明珠转身直视众人，素手遥遥一指，将他们给我绑上火刑架。素手直指秦欢，就是他怀中的孩子，乃是天生叛神者。她身为圣殿圣女，执意护着叛神者。明珠也拿她没有法子。明珠念及她同为圣殿之人，不愿与之交恶，却不曾想过竟然会为北渊带来惩罚。是明珠的错，明珠不该包庇叛神者，明珠愿为此付出代价。秦明珠朝着众人行了个大礼。明珠姑娘，你哪里有错？你慈悲为怀，你将天下黎民寄于身上，哪里像她一般不知民间疾苦？小姑娘，你生得漂漂亮亮，为何如此狠心？叛神者乃是神明的罪人，你这是在害我们啊！你们不许欺负我欢姐，你们不许欺负我欢姐。欢姐自幼心善，从不杀生，她只是舍不得你们将所有过错归在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。我欢姐怎么会是异端？怎么会是叛神者？她亲和力满分，谁都没她亲和力高。你们不许欺负欢姐，不许欺负我欢姐。那她生来如一张白纸单纯，任凭养她的人涂抹色彩，她做错了什么呢？只因她眉心那丝黑印，你们便将一切过错放在她身上，要将刚出生的稚子送上绞刑架。哼，到底谁更恶毒？到底谁才是刽子手？众人微微一致。秦欢姑娘，你便将叛神者交出来吧。你若因为私心留下他，那百姓怎么办？苍生怎么办？你要保他一人之命，害了所有人吗？你自己无能，求不来语，怪一个孩子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他既然是异端，是叛神者，将来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灾难的。是呀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所以呢，你们是不是都该死？秦欢低声呢喃：交出叛神者，绑上火刑架，用他祭天。用叛神者祭天，一定能求来大雨的。大祭司站在秦明珠身后，秦欢静静地看着他。你也是这般想的？你也是想要烧死叛神者以及我？那个我字很轻，轻的几乎要随风飘逝。大祭司心间有几分慌，有些不安，那道浓眉狠狠地压着。不要不要！看着顾子金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秦永富像是找到救星一般。紫金姐姐，紫金姐姐，他们要烧死欢姐和珊珊，他们要烧死欢姐，我的欢姐，我的欢姐，你帮我说说情，是我要留下珊珊的，都是我的错。此刻欢欢已经走到了十字绞刑中央，周围已经架起了柴火。大祭司，还请您三思啊！陛下，请给欢欢一个机会吧。欢欢他从乡下来，哪里听过什么叛神者？这孩子只是单纯心善，他什么都不懂啊，什么都不懂啊！陛下，陛下，求求你等等哥哥，您等等哥哥吧，趁你的哥哥就快回来了。大祭司，大祭司，你给欢欢一个机会吧。你不是慈悲为怀吗？你为什么对欢欢这么狠？
顾子金一个个的给人磕头，众人却无一人开口。秦淮安面色一沉，飞身上前便将顾子金抱在怀里。他们要烧欢欢，不要怕，他们会后悔的，他们一定会后悔的。那块玉佩在欢欢身上，那块传家玉佩欲火腾飞。有些人呐，该后悔着呢，只怕欢欢也知晓此事，故意要在今天重重的给秦明珠一巴掌呢。点火！秦明珠声音坚定，看着那张淡漠倾城的脸。你回来了又如何？一切与前世不同又如何？这一世，我掌握一切先机，还是秦听香亲手抚养长大。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乃万民之首，所有罪过让我承担。请神不要降罪万民，叛神者已经送上，还请神明饶恕百姓，所有罪过由我和叛神者承担。火把一扔在地上，那火苗便拔地而起，那灼热的气息几乎要将整个人烧透。秦永富已经哭得嗓子都沙哑了，呆呆地看着熊熊大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欢姐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欢姐？欢姐2岁便被生母抛弃，一直在家中过着苦日子，好不容易来了京城寻亲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她呢？此话一喊出来，那大祭司心头猛地震了一下。转头看向秦永富。此刻那火刑架周围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只隐约能透过火光瞧见其中的身形。你说什么？大祭司急急忙忙地下了祭祀台，不知为何脑海里又想起那个女人对他说的话：你对我的一切感情，等我走后都归于我的女儿，请你善待她。你方才说什么？她几岁来到你家？大祭司喉咙有些沙哑。秦明珠一听这话，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。2岁，他2岁被父亲抱回家中，他生母病重，被生母交付给父亲，父亲让他跟着我们姓秦。父亲说他本身也姓秦，跟着母姓。秦家人此刻就站在秦永富身后，一听得此话，那秦老太傅脚下便是一晃，差点栽倒在地。秦老夫人紧紧地掐着手：烧吧烧吧，快些烧死吧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你是聪慧也好，愚钝也好，你与秦家已经有了隔阂，这个孩子都已经与秦家无用了。快灭火！先灭火，烧不得！秦老太傅声音一变，跌跌撞撞的就往台上跑。天哪，不会是搞错了吧？难道欢欢才是我秦家骨血，是我嫡亲的孙女？那欢欢口中的老妖婆？秦老太傅猛地转头，眼中满是狠辣地看着他，吓得秦老太太吞了吞口水，手中握着佛珠，不断地念着阿弥陀佛。珊珊，你吃吗？我还抓了一把黄豆呢，就是可惜了，没带肉，不过也没调料不好吃，唉，算了，勉强吃点吧。一个人坐在绞刑台上，从火苗中抓住一把黄豆子，吃得咯吱咯吱响。谁在烤花生？我还闻见了烤红薯的味道。谁还在祭天时偷吃东西？灭火呀！陛下，定是哪里有错，陛下，求陛下灭火呀！不管是真是假，此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结束。秦老太傅看着秦明珠，秦明珠却是满脸愕然，似乎受到了惊吓，茫然不知。瞧见他并不知晓，秦太傅脸色才好了几分。祖父，可是出了什么差错？祭祀仪式不可中断。明珠听到那句不可中断，老爷子看向他的眼神差点让秦明珠咬了舌头。众人且不说，那魁牛却是动了心思。凡火烧不起那祸害的，
但就怕那祸害秋后算账啊！我作为一只凶兽，眼睁睁看着他被烧，到时候可不得秋后算账。这么一想，那魁牛吓得一身毛都立起来了。便见他装模作样的朝着那火刑架去了。便见那魁牛冲进了火势中，咣当咣当的将那些柴火踢得四处都是。众人惊愕的看着魁牛，突的火光中突然冒出一丝红光，那红光隐隐的有升起的架势，似乎在不断扩大，不断腾飞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是秦家传家宝玉，此为龙凤双配，浴火重生，浴火而出。没多时，便听见一声啼鸣，那声啼鸣似乎自火中响起，声音越发大了，仿佛鸟类的声音一般。耳旁又隐隐出现了龙鸣，甚至隐约间能瞧见那火光中游龙盘旋的模样。天哪，是龙凤！是秦家的传家宝，是秦家的传家宝啊！那是我秦家孙女，那才是我秦家孙女呀！祖母，明珠竟然不是您的孙女，她怎么敢拿命来赌？既是要将我在大庭广众下戳穿。祥瑞啊，是祥瑞啊！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阵狂风推着大块的乌云，匆匆地从东北方向席卷过来。刹那间，乌云便布满了整个天空。一阵狂风袭来，紧接着黄豆般大的雨点倾盆而下，随后天空又是电闪又是雷鸣，雨越下越大。哒哒的马蹄声从城门口传来，顾韶光嘴里满是腥甜，只觉心口一阵郁气，手中握着剑，策马狂奔。欢欢，你的脸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对不起，红薯烧黑了。啃的时候脸都啃黑了，手一抹，脸上露出了几分本来的白皙。顾韶光的哽咽声戛然而止，他此生从未哭过。据他娘说，他出生都没哭过，但此刻第一次出落眼泪，愣是让秦欢给逼回去了。这烤着烤着，突然饿了，都怪那头猪，他们祭天的时候将猪都给烧熟了。你瞧瞧，油滋滋的，外焦里嫩，那猪皮都金黄冒泡了，脆脆的。我就馋了嘛，不怪我，怪猪太香了。不怪你，怪我没保护好你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毕竟不知鸡饲了猪，还有牛羊鸡鸭嘛。不得不说，虽然没放盐，但那原本的味道却有着极致的鲜美。是，欢欢，你可怪我来晚了。方才瞧见那冲天火光，他心中冒出一股子暴戾之气，只想拔剑屠尽所有人。如今瞧见欢欢的笑颜，仿佛一切都归于平静。欢欢，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，我将为你而存在。其实我怪你没带盐。众人见火光熄灭，冲了进来。你竟然没死！秦明珠惊愕地叫出了声，一出口才发觉不对劲儿，又满脸担忧。欢欢，你可有哪里不是？方才火势太大，可差点急死明珠了。就是这块玉佩，这就是我秦家丢失的信物啊！明珠，不是说它遗失了吗？这块玉佩本是要传给怀安的，结果那是听香喜欢，便留给了听香。哎呀，整天说欢姐没教养，没人要，爹娘失职，原来是被别人抢了身份啊！那叫什么来着？一只鸟占了另一只鸟的窝。鸠占鹊巢。我原来不是祖母的孙女啊！原来明珠不是祖母的孙女啊！原来明珠是个坏姑娘，占了欢欢的位置。原来明珠才是那个没人要的孩子。当初是方家找回的你，是我亲自认回你的。你就是个12岁的姑娘，你懂什么啊？明珠只知道2岁多时母亲找到我，抱着我叫女儿。原来明珠竟然不是娘亲的孩子，明珠是个孤儿啊！母亲留给明珠的，只怕也不是龙凤玉佩了。
给欢欢妹妹的才是真的。这才是我秦家的孙女。欢欢呐，我是祖父啊，我是你嫡亲的祖父，难怪看了你这孩子聪慧的不像一般人，原来是遗传了我的。你是秦天香的养女？秦欢直视秦明珠，神色漠然，也不叫娘，仿佛没有半点归属感。你是他的养女，却要亲手烧死他的亲生女儿，你就是这么报恩的？你没错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秦欢走到秦明珠跟前，在她耳边道：秦天香死前就是这么嘱托你的吗？秦明珠倒退一步，抬头看向秦欢，前世那只会傻笑、软绵绵像个泥人一般的性子，这一世再也不一样了。欢欢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知道你才是真的秦家女儿，我以为自己找到了家人，我只是个孩子。欢欢，我不知道这么多。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那小脸蛋儿委屈的不行，顾韶光一瞧便乐了。是，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欢欢你单纯天真，有的人已经为了嫁人而努力了，你们大概是不一样的宝宝。男人的宝宝和孩子的宝宝那是不一样的。顾韶光也是个嘴巴毒的，这话当即使秦明珠变了脸色。让陛下见笑了，是老臣没处理好家事，给陛下添麻烦了。哈哈哈，儿女都是债，秦老何必自责？等找回孩子已经是极好的事了，找回孩子是大喜事，秦老便免了接下来3日早朝，好好与孙女儿团聚吧。皇室一行人离去，众人也轻松了几分。之前大祭司说要问责欢欢的爹娘，若是见到欢欢爹娘，定要他们好看，教出我这样没规矩没教养的野孩子。现在大祭司可以开始表演了。秦欢手一摊，大祭司说欢欢的根是烂的。欢欢想了想，大祭司说的没错。大祭司脸色沉了又沉。表演啥？自己掌掴自己吗？他哪里知道，他随意怼的一个孩子，竟然是他亲闺女。欢欢妹妹，你便不要为难爹，为难大祭司了。他也是无心伤害你，那时候不知你是他的亲女儿，是明珠无缘。明珠若是有个爹爹，该多好啊！你喜欢就送你呗，你们父女情深，我就是个外人呗。明珠姑娘，你是觉得你和大祭司比欢欢的感情好吗？行了，折腾什么？明珠如今已经上了我秦家族谱，那便是秦家的孩子，将来你少不得叫明珠一声姐姐。既然回来了，谁说我要回来了？当初可是老夫人自己说的，明珠是我秦家孙女，谁来都不换，我只认她。老夫人可是你亲口说的，言出法随，可别自己打脸。至于这块玉，如今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说完，只见吧嗒一下扔在了秦家人的脚下。瞧瞧你干的什么好事！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你真当我是瞎的吗？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欢姐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你真的要被烧死了。运气真好，正好下了雨。现在大家都说是你的出现带来了甘霖呢。不是我的运气好，这雨要是下得不及时，就是下雨的运气不好了。欢姐，原来那秦家人竟然是你的祖母，讨厌死了。那老太太每次都一脸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小福不喜欢她。还有那大祭司，眼睛瞎成那样，还欺负欢姐。不喜欢就不回去。至于大祭司，我说过了，他那双眼睛就是个摆设。天亮了，他该瞎了。秦欢擦了擦手，正放下手巾，便听得门外有丫鬟来报，说是荣玉来了。是圣殿里的同窗，他老是学不好御物术，想要让欢姐教一教呢。荣玉穿着一身长裙，抬头朝秦欢腼腆地笑了笑。这是送给你的千年参须，泡水喝能恢复元气，你受了委屈要好好补补。你逢人就送吗？这么长的参须，怕是个人参精呀。
没有的，我也是偶然得来这身躯，我的朋友很少，所以给每个朋友都送了。只是我的朋友都死了，如今也没什么合心意的。那你还挺可怜的呀，他们病死的吗？那倒不是，这千年身虚难得，喝多了会流血。我上次有个朋友说是家中有久病之人，贪多喝得七窍流血，喝死了，所以这么多年才没朋友的。说完，满是羞涩地看着秦欢。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姐妹，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呀。你曾经有过多少朋友呀？欢欢诧异地看着他，瞧着他在圣殿落寞的样子，这怕不止死1、2个呢。我有过3个朋友，一个忘年交，当年70了，说要跟我做朋友，问我愿不愿意送一丝身躯给他续命。我送了，结果喝完暴毙而亡。后来我又认识了个小姑娘，她说与我是最好的朋友了，问我愿不愿意给她几丝身躯，让她没落的家族能够有起来的资本。我给了，后来财不露白，她没藏好，被灭了族，还有些朋友最后都没了。这身躯你们一定要切片喝呀，你们放心，我一直拿你们当朋友，不会害你们的。小荣玉一脸认真，秦永富心都在抖。这他妈就是个牛逼大佬啊！你收下吧，这是我送给朋友的第1件礼物，我第一次见你就很喜欢。欢欢妹妹来了，小富来了，快上座。秦永富气不过，当即便走上前去。不要马上坐别人坐过的凳子，上面的热气会得传染病。秦明珠那脸瞬间就绿了。老太太那双珠都留在秦家的打算，只怕要落空啊！这姑娘可不止面上看着那么好说话。行了，来了便一起去佛堂吧。亏得明珠有心，每日都会给听香上2炷香。若是你，只怕听香都气死了。秦老太太如今怎么看秦欢都不喜，她敢断定这死丫头早就知道自己是秦家女。是呀，差点将她女儿烧死，不多烧2炷香，半夜不会来寻她麻烦吗？今日明知道是你娘忌日，穿得如此艳丽，像什么话？女儿找回来难道不是喜事？对我来说是喜事，对她来说是丧事。一个穿红，一个穿白，有什么不同？怎么跟祖母说话呢？再如何，这是老人家，是长辈。秦怀平见不得他欺负明珠，以前还因着兄妹关系有些膈应，如今却是完全敞开了心胸。为老不尊，枉活这么多岁数了，比谁老谁怕谁呀？我能比到天荒地老呢？秦家人到小佛堂时，大祭司已经站在那里了。娘，明珠又来看你了。说完便拿起香烛点冥纸，这一点再点，竟是点不燃。让欢欢来吧，你点不燃的。秦明珠这才尴尬地站起身，递给秦欢。秦欢也没接，重新拿了香烛，也没拜，只蹲在地上随意往冥纸上一放，扑哧一下便冒起了一阵青烟。都以为人死如灯灭，瞧瞧，死人比活人眼睛更亮，有的人那双眼就是个摆设。既然已经拜过了，抽空便将族谱入了吧。你是秦家骨血，自然不能让你流落在外。明珠曾经在你母亲跟前长大，也是秦家女儿，你便唤她叫一声姐姐，将来亲如姐妹，也算是善事。况且明珠已经要赐婚，将来是要从秦家出嫁的，也是秦家的荣光。秦老夫人是绝不可能放弃秦明珠的，她女儿如今在后宫举步维艰，只有秦明珠嫁给太子，将来秦家才会更稳健。你们还真当自己是个香饽饽？你想要秦明珠帮在宫中做皇后的女儿？行啊，那我祝福你们。至于姐妹，你也看她配不配。哼，与我做姐妹，真是好大的胆子。至于大祭司，他本与自己有父女之缘，既然自己放弃了，那就怪不得旁人。大祭司见欢欢半点不买账，心下也有些无奈。你们先回去吧，
我与欢欢细说：“哎，我错认你，还出口伤你，是我之过。但秦家也是个好人家，明珠她，你可知道神将？明珠是极有可能与神明契合之人。他若是神将成功，将来便是这北渊第一人。”大祭司还有一句话没说的是，他极其怀疑秦明珠乃是其中的一尊神明化身，只是如今都没有证据罢了。你想送秦明珠爆体而亡？我劝你还是珍惜自己的眼睛。罢了，你不想带秦家也就罢了。欢欢，你可知道，曾经你娘怀你的时候，我做过一个梦，梦到大片大片的金光在你娘肚子里，我就想这个孩子一定拥有过人的天赋。如今想来，只怕这是真的。你的天赋不敌于明珠，但你却无法与世间任何神明契合。爹爹不想送你上神将台，你若是承受不住，便会爆体而亡。明珠还得留着他，你怨我也好，怪我也好，为了大业，为了神明，爹已经舍弃的太多了。你找到神想要做什么呢？你这抛妻弃子的，跟个变态一样。我虔诚的信奉神明，我想要终身留在神身边伺候，想要亲吻神的脚尖，想要替他更衣，替他。秦欢面色一垮，我怀疑你是个变态，这渣爹不止渣，竟然还是个神经病。秦欢默默收回脚，藏在裙子下。你千万别对神说这样的话，我怕神会忍不住让你灰飞烟灭。秦欢扫了他一眼，这要不是我爹，肯定已经死了，绝逼死了，没得商量。还好他马上就要瞎了啊！神经病，竟然想亲我的脚。秦欢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他那些信徒是不是脑子都有毛病啊？秦欢气哼哼地走了，大祭司都不知道哪里触怒他了。这丫头脾气来得莫名其妙，秦欢却是一边走一边跺脚。这个神经病竟然想亲我的脚！哎妈，这是人吗？我要不要聆听一下信徒的想法？这都多久没听了？欢姐，你怎么气成这样了？跟个河童似的，这气鼓鼓的不得了啊！欢姐这脸色明显不对呀。有些人真是道貌岸然呀，看着是个人，内里嘛不是个东西，老子的脚趾头都不放过。欢姐，怀宁姐姐喝多了，方才紫金姐姐去看她时，屋子里一股酒味儿，你说她会不会暴露啊？我不怕她暴露，我就怕她把紫金姐姐拜成喜欢女人，到时候可有的玩了，让她作吧，使劲作吧。秦欢哼了一声，哼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第二日早上起来，便听得外面议论纷纷，说是昨日一道惊天霹雳，将神宫中神尊的雕像毁了，甚至大祭司一怒之下气急攻心，眼睛都瞎了。欢姐，你说剁自己疼吗？我不会痛，但你会。曾经我有个朋友也剁过自己的手，挖过自己的眼睛给父亲治病。秦欢咂巴咂巴嘴，满是钦佩地赞美道：那你朋友他死了吗？欢姐竟然还有这般神人。那倒没有，她就是我以前给你找的后台观音姐姐，也叫千手观音。欢姐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朋友得是你见过的，且能与你相聚的才叫朋友。你除了顾紫金姐姐，哪有朋友了？你手一挥，他们能来吗？你这是在质疑我？观音那些好姐妹不一定能来，我明天就给你找个朋友来，那可是我邻居，跟我住了1000年，隔壁坟的邻居呢。来吧，以后我也跟他做邻居啊！哎呀，都让你打乱了我的思路。欢姐，你知不知道秦明珠赐婚了？赐婚了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那祝他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哎呀，欢姐，你说什么呢？问题是，欢姐，太监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子孙根啊？剁了会疼吗？为什么剁了就断后了啊？秦永富这3连问将秦欢都给吓了一跳，这可是秦老大的独苗苗，你要是瞎来，秦老大可不得气死。
你从哪听到的？欢姐，今儿早我去瞧紫金姐姐，听顾叔叔说的。他说陛下赐婚消息传出宫，太子就挥刀剁了。那他以后就变成姑娘了吗？他以后尿尿要蹲着吗？会不会尿湿裤子啊？姑娘是这么变的吗？我也想当姑娘。我当男子汉都7年了，我可以换着来吗？老子看你就是个棒槌，变姑娘。我给你个特赦，你这辈子死了，下辈子一定做姑娘。现在嘛，你还是留着你这条命吧。你多鸟没死，我怕你爹也得弄死你。这玩意儿咋这么不省心呢？这祖上不知道是哪个棒槌，秦欢倒有些好奇了。欢姐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我其实就想蹲着尿尿。秦欢瞄了他一眼。是呢，很多小姑娘还喜欢站着尿呢，年轻真好。欢姐，快，咱们也进宫去看看。听说今儿秦家老太太都进宫了。什么？孩子成了大子？太子为了不娶我，男人都不做了。北渊唯一的太子，皇后娘娘唯一的嫡长子，你们给朕说无药可医？你们这群庸医，朕养你们有什么用？若是救不回太子，朕要你们整个太医署陪葬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来说。皇帝指了个宫女，宫女泪流满面。陛下已经砍死好几个宫女了。回陛下，殿下本来今一早就在礼佛，结果便听说陛下要为明珠姑娘和殿下赐婚，殿下便拿了佩刀直接砍伤了自己。奴婢们想拦，可是殿下说他自幼不曾沾惹俗事半分情爱，孑然一身，洁身自好，如今竟是要配给他如此女子，这东西留着还不如废了，省得让贼人惦记。娘娘，不如先让圣子圣女们看看，让大祭司瞧瞧。大祭司是有大神通之人，一定能治好殿下。娘娘，你要放宽心啊！秦老太太此刻心如刀割，整个人面如死灰。让大祭司看看，砍下的东西可找到了？回娘娘，整个后宫没有半点踪迹。大祭司看了眼面色苍白、唇角紧闭的太子，始终得找着才能行。回娘娘，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殿下浑身是血出来时，奴才们着急去请太医。那会殿下好似给殿中那条叫圆圆的狗喂了点东西。此话一出，满殿皆静。喂狗？你说什么喂狗？你跟本宫说，他将什么喂狗了？颤巍巍地站起身，直直地冲向内殿。星儿，婴儿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你这是来报仇的是不是？你投胎给母后，你是来报仇的是不是？陛下节哀吧。赐什么婚啊？赐什么婚？都是你害的我的婴儿，都是你害的我的婴儿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将你个身份不明的人赐给婴儿，结果害了我的婴儿。我会还你个太子的，我一定会还你个孩子的。娘娘，我会补偿你的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，都是民女的错。你拿什么补偿？我唯一的儿子都废了。欢姐，你说他这么惨了，还笨得起来吗？以前还想嫁皇室，如今看来都成了泡影，太子都变成了大子。我以为出了这事，他与皇室将再无缘，可方才他浑身气息还更浓厚了。我想他真的会陪皇后娘娘个儿子，将来叫着皇后母亲，就是不知道皇后有没有气量享受那声母亲。母亲，他给皇帝做小，生个儿子叫皇后母亲。很快便到了3日后，众人要出发前往云边小镇。咱们是最接近神明的人，也是能引动天地灵气之人，守卫疆土便是我们的责任。这一次务必完成任务。大祭司才是最有机会成为神的人吧？他是最了解神的了，他这一生都在探查神的踪迹。秦欢眉毛都没抬。
了解个屁！连老子吃啥都没弄清楚过。什么神明都是餐风饮露，身穿云锦织成的彩衣，喝的那是天上甘露，吃的那是灵芝灵草，仙风道骨，满是仙气。啊呸！出神造神的地位在神界可不低呢。你以为是神力高，还不是有一手好厨艺？承天殿一行人出城时，秦明珠站在城墙上，远远地看着他们。唉，跟着朕委屈你了。明明有大好的前途，受人尊敬，受人爱戴，偏生给朕做了女人。北渊皇帝轻叹一口气，但眉宇间却隐隐有些自豪。能成为陛下的心上人，能为陛下诞下灵儿，是明珠的福气。明珠这一生太坎坷了，明珠生来便被人抛弃，最后被听香养母收养。明珠那时年幼，原来养母思念的并不是明珠，是那遗失的女儿啊。老夫人将明珠找回来后，明珠以为寻到了亲人，原来当明珠没了那层血脉关系，所有的一切也是会变的。以后啊，有朕陪着你。说起来，今年你满打满算也才14，是朕对不住你呀。皇帝虽说保养极好，但到底30-40岁的人了，两人站在一起，秦明珠看着像是个女儿。等那地宫内的并蒂金莲开了，便将莲子给明珠补补。明珠怀孕伤元气，那并蒂金莲只怕还有100日便要开花，爱妃且等着。不止给明珠补，也是给皇儿补呢。明珠总算不负娘娘所托。明珠昨日梦见一个穿着龙袍的男人朝明珠扑来，钻进了明珠肚子里。秦欢一行人出了城，圣子圣女来了10多个，有男有女，最小的便是秦小妇。欢姐，我的脚疼，估计是被什么东西扎破了。哼，大概是你捡钱的频率太高，上天看不下去，让你见血了。可是有什么办法？我就是闭着眼睛，那银子也能掉到我脑门上。秦欢给他脱了鞋，脱下来就乐了。你的鞋子被刺破了，脚破了皮，好像是2块银骡子。瞧瞧，你不捡起来，他们自己也会想办法贴上来。哎，你娘当初是不是知道了一切，所以故意给你取名叫秦永富的？你这名字初次听来永富永富，俗不可耐，可是用在你如今的身份上，那简直是太贴切了。若是旁人，那肯定是镇不住的。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捡钱为生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我小时候也做过预知梦，梦见自己成了一方霸主，那无数的土地都是属于我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早就注定我要进承天殿扫大街。你们做的预知梦都不算什么，我曾经做过一次预知梦，这就有些可怕了。我梦见自己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洞里，被一只庞然巨物一口吞下，我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自己骨头被绞碎的声音。我能听见有人在叫我救我，但我却挣扎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地感觉到自己被咬断了脚踝，咬断了腰骨，咬断了脖子，甚至我的头发缠上了他的牙齿，连肉带头皮直接给生生扯断了。一见甚至还能闻见重重的血腥气味。你们说这梦恶不恶心人？所以说梦里的东西信不得。你们看我现在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，我还烛火成了圣殿的圣子，我常年都不出圣殿，哪里能瞧见什么怪物哟。众人听了纷纷感觉有些不适。别说了别说了，小夫的故事听着传奇，你这故事听了让人起鸡皮疙瘩。你这次出来可要小心些啊，别真应验了。咱们这等人到底是有一些奇异之处的。欢姐，你做过梦吗？梦倒是做过，不过都不是什么好梦。欢欢其实极少做梦的，但他一旦做梦便是天意显现。我也做过梦，我也做过梦，我梦见有个孩子叫我娘亲，笑死人了。然后我在梦里揍了他一顿，他就再也没来了。那孩子跟你长得像吗？跟我倒是不像，像我师父的翻版似的。你为什么不去山野之间？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你如此亲近人类，可想过后果？我被人类救过。1000年前我还未开林之时，那时被人挖了出来，吓得我都快哭了。是个小童子救了我。
恰好寻了个僻静又有灵气的地方种下我，我才能有今日。我这条命是凡人救的，自生下来就很亲近人类了。我想我以真诚待人，他们也一定会善待我的。刚化形的时候，我还做了许多好事呢。有人腿断了，出门极其艰难，出来后也不好回去。我那次瞧见他艰难地在地上爬，便将他背回去了。走时，他激动地落泪：“谢谢你祖宗，谢谢你全家呀！真的太客气了。”还有人想要挖个陷阱打猎，我见他有些疲惫，便跳下去帮他了。那深坑至少给他挖了10米，我从坑中跳起来时，他还在坑底喊：“等等我呀，等等我呀！”不过我才没理他呢。做好事不求回报，他肯定是想要感谢我的。后来我拔腿就跑了，他一定是打到了很多猎物。是呀，他一定是打到很多猎物，然后被猎物打到生不如死，10米深坑还跳不出去。客官里边请，您是打尖还是住店？咱们出云客栈可是这里最大的客栈。你们都是外地人吧？你们这些外地人胆子可真大。咱们这里的年轻男女，但凡未成婚的童男童女，不知道丢了多少。这天都黑了，哪里还敢出来招摇过市？小二吓得脸色都有些白。你们这些当下人的，怎么也不打听打听？这位老管家，你可要看好你家小姐啊！说着指了指秦欢，被当作下人当作管家的大祭司面色铁青。丢的很多吗？都找回来了吗？哪里找得回来呢？咱们这镇子以前来往商人极多，如今你看看都不敢在这周围停留了。像你生的这般好看，可要小心一些了。那掳人的好似极其喜欢漂亮的童男童女。大家别急，你们的容貌还不值得恐慌。一个剩女想着，突然更心塞了呢。这要是谁没被带走，尴不尴尬？一群人在出云客栈住了下来。我的管家呢？管家去张罗琐碎之事去了。明月看着秦欢道：“想来是查孩子失踪一事去了。”正说着，门口便传来一阵唢呐的声音，吹吹打打，很是悲伤。这个月才14，已经死了3个了。这镇上估计也就棺材铺子生意还能做下去了。这3个月来，咱们镇子上丢了好多孩子，还都是未长大嫁娶的。官府也来了好几拨人，都没查出哪里不对劲。那些孩子都成了一堆白骨，唯有身上的衣服才能辨认出来。你们都是外地人吧？你们跟我来，这里怪得很。我们跟着他上去。这孩子说不定知道什么东西。还有那个小二看着也不是个老实的。一行人便跟着上了楼。你们不知道云边小镇死了很多小孩子吗？你们要小心一些呀！你们怎么这么多人跑来这里呀？你们不知道这里变得好奇怪。我叫彩衣，你们可以叫我彩衣。彩衣，你家人呢？我爹娘不要我了，将我分出去单过了。他们总是当看不见彩衣，还将彩衣扔到外头不管不顾了。以前卖豆腐的老阿婆经常给彩衣吃豆腐脑，还有卖卤面的伯伯给我喝面汤。现在他们都变了，他们都将彩衣关在门外。彩衣一拍门，他们又是哭又是闹，说着要杀了彩衣。彩衣好害怕，而且这里一到晚上就吓人。我躲在床底下听人说云边小镇还在闹鬼，我好害怕。我想爹娘真不知道谁家这么狠的心，现在这小镇人心惶惶的，还将个小姑娘扔在外头。彩衣，今晚跟我睡吧，我给你洗澡换衣。小彩衣，不哭不哭啊，明月姐姐给你拿好吃的。明月姐姐你真好，以后我请你去我家做客。就是那边有个小村庄，那是我以前的家。那时我经常去村后头的先生那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进不去了。秦欢一行人走进村子里，众人好似也并不好奇。你们也是来拜访云中先生吧？先生住在村后头。云中先生可是个好人，妻子残疾，不离不弃，寻找神医多年了。你们想拜他为师可不容易啊，每年来拜见他的人不计其数。云中先生最心爱的人就是他的妻子，他妻子喜欢山上芙蓉花，云中先生每日都会摘了来。
他妻子还喜欢吃村头的点心，你们带下去，只要能讨他妻子欢心，运中先生也好说话多了。谢过这位大哥。众人道了谢，这才牵着小彩衣往村后走。那里就是我的家啊，彩衣，你家有人去世了，也不知道谁走了，别去看了。既然他们不要你，你也不要再理会他们了。这是娘啊，让人给你剪的新衣裳。以前你总喜欢穿花裙子，娘啊，多给你做了几套。这腰上啊，还有小铃铛呢，叮叮当当的，都是你生前最喜欢的了。小彩衣看着他，默默垂泪。妇人似有所觉，看了他一眼，随即像穿过了他似的看向远方。瞧瞧，亲闺女站面前都视若无睹。牵着小彩衣扭头就走，一直穿过了村子。我不敢来这里，每次到这里我就好害怕。有一次我还瞧见有白骨头呢，好多白生生的骨头啊。你们说会不会有鬼啊？经常听人说闹鬼。我们会保护你的。明月走到小彩衣所说的屏障周围，上前走了3步，没有半分阻挡，咦了一声又退回来。不可能呀，我上次走到这里就被荡回来了。说完便甩开手冲了上去，果然走到竹林外围便进不去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我们所有人都能进来，彩衣怎么进不来？小彩衣苦着小脸蛋都快哭了，只是没一瞬，小彩衣却是面色一变。不行，头7天有人给我送衣裳和吃食了，我先回去，明天再来找姐姐们，不然就会被邻居给抢了。说完便往后一退，急急忙忙跑回去了。什么头7天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只听过头7的，没听过什么头7天的。什么头7的？别吓人了，彩衣还是个孩子呢。你们说的是彩衣吗？是村头周家6、7岁的彩衣吗？她7天前已经死了啊，她爹娘才给她下葬不久，今日是她的头7呢。那个孩子最是可爱，时常采花送给我。那你的意思是他已经死了？明月吓得脸色苍白。他昨日给彩衣洗澡时还发现彩衣身上有很多伤痕，晚上他还是抱着彩衣睡的呀。他死前也许受到过非人的折磨，我想他已经忘了自己已死。在他死后第3天，他将豆腐老人家的门窗拍得吧嗒响，卤肉的大爷被他吓得魂飞魄散，好几日都没摆摊。秦欢扫了他一眼，眉头便紧紧蹙起。难怪了，他总说爹娘无视他，将他赶到小屋子里，还说爹娘不理他，看不见他。原来他已经死了。说来说去，大家害怕的小鬼不会就是他吧？这么说来，那彩衣便是被害死的其中一个童女。众位圣子圣女面面相觑，却又有些心疼。你们是来找夫君的吧？都是我的病连累了夫君。夫君今日有学子上门拜访，我带你们进去见他。竹林里建了一座竹屋，满眼都是翠绿色，让人见了心中忍不住放松。来时你们可告诉明臣大人，咱们来此处了。我在小儿那里留了信，回来便会告诉他。况且咱们只来看看，也不会多做什么。夫君这几日有课，每年都会有学子来拜访夫君，只我这身子不争气，老是拖累他。你们可以换我月娘，等相公忙完，我便替你们引荐。我平日里身子不好，都是在昏睡，一直是相公照料着我。如今身子好一些了，总要替他忙活一些。这竹林养的花可真好，瞧瞧那蝴蝶都不怕人，难怪这竹林里花香袭人，只怕是云中先生为月娘栽种的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别让月娘太过劳累。云中先生花费了巨大的心力，才让月娘醒过来。是我想要走走，常年躺着，这腿脚都不利落了。再说我还坐在轮椅上呢。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又不赶考。我哥是今年的状元之才，特
特来求云中先生指点几句。你们要见云中先生可不一样，云中先生最疼夫人，若不是哥哥先生灵药，让月娘能暂时醒醒，先生还不愿意见大哥呢。你这人好没道理，先生见不见我们是他的事，与你有何关系？方玉荣冷哼一声，心里只骂秦欢狗仗人势，连下人都如此牙尖嘴利。月娘，你可莫要累伤了自己，云中先生到时候可要怪罪玉荣没将你照顾好了。待他扶着月娘下去歇息了，众人才坐在堂屋中央四处打量着。这一行只怕没什么线索了，没想到那小彩衣竟然是个魂魄，竟是没看出来。秦欢却是耸了耸鼻子，感觉鼻翼间的气息让他隐隐作呕。这地方怎么还会有苍蝇？真是怪了。这地方的花香可真重啊，闻着都有些几分恶臭了。圣子圣女一群人在小竹林里走了一圈，都没发现哪里不对。看来没什么问题，小彩衣到底太小了，连自己死没死都分不清。先生，你们授课结束了吗？这是玉荣替你给月娘熬的药，月娘她身子乏累，休息去了。谁让你熬药的？你们是客人，月娘的药哪里用得着你们熬？都是家中娇养的姑娘，伤了烫了可麻烦。这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气息，吸一口都能感觉到其中药物的霸道，只怕是大补之物。寻常人喝一口都能流鼻血，那月娘只怕不只是重病，只怕是垂死之人。众人坐在屋内与云中先生交谈，那便打扰云中先生了。若是先生有什么法子可告诉我们，先生是有大智慧之人，劳烦先生了。咱们先回去吧。云中先生在这守的妻子多年，极少出竹屋，先生断不会是那等人的。几个圣子圣女叹了口气，秦欢却是用眼睛余光发现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，只是眼神往后一扫，顿时又失去了踪迹。好啊，你若是敢找我，你试试。一行人出了竹屋，路过小村子，小彩衣才急急忙忙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有人送我衣裳，我回去收了，不然要被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抢了。明月看着他有几分忌惮。明月姐姐，你也不要在意了吗？要不是你，我们今儿哪里会白跑一趟？而且那云中先生一看就是正人君子，妻子重疾10几年不离不弃，散尽千金只为留住妻子，是让人极其敬佩的存在。燕圣子哼了一声，扭头便走。几个圣女没说话，也跟了上去。枉死之人是回不到被杀之处的。明月猛地一怔，枉死之人回不到被杀之地。明月猛地想起小彩衣被困在竹林外，心中不由猛地跳起。你的意思是？明月喉咙干涩，干巴巴的说不出话来。不管他是不是云中先生害的，但至少与他有关。可是我在竹屋与先生交谈时，他甚至是食素的，除了为夫人熬汤杀生，他甚至不食荤腥呢，是个极其心善之人。这有什么呢？有人翻手为圣人，覆手为恶魔，并没有冲突。秦欢拉着秦永富便走了。喜食素，我师父也食素，我和月娘姐姐可真巧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月娘出来看看。月娘好多年不曾离开竹屋了，她的身子太差了。荣玉撅着嘴，似乎很是替月娘委屈。明月脸色苍白，心中跳得厉害，只能拉着荣玉一起回了客栈。都怪你们，师母又昏迷了，师母身子不好，你们还要这么多人劳累她。先生又停课了，我哥哥马上要考试，哪里有时间等？查，先生是圣人，你们竟然怀疑他，我整日在那里也没见哪里不对啊。只有相貌较好的童男童女才能被掳走，你就没点觉悟？你哥是个男人，是不是童男不好说，但你嘛，大概不符合他的标准。你胡说八道，你恬不知耻，你不知羞耻。方玉荣气得面色铁青，方征却是尴尬地朝着秦欢笑笑，拖着妹妹落荒而逃。现在没有线索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昏迷就是最好的线索了。12个时辰之内，你有血光之灾，看在同窗一场的份上，给你个提醒，不要单独行动。说完便上了楼。
几个圣子面面相觑。哎，他说你有血光之灾呢，他可是成天殿最有天赋之人，学什么都极快，你信他的吧？我能有什么血光之灾？我主火，若是真有邪祟，一把火将他烧得干干净净。说完便毫不在意地上了楼。秦永夫今夜被秦欢拎着一起睡，可怜的小胖子在床下打地铺。你亲爱的弟弟好可怜啊，哪有让亲弟弟打地铺的？小妇一脸的委屈。你可拉倒吧，想在我房间打地铺的人能争得头破血流。秦欢看着窗外，一轮明月高高挂起，他合衣而眠。入夜万籁俱寂，虫鸣鸟叫都越发弱了，仿佛陷入了沉睡。秦欢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胸腔鼻翼间没有半分起伏。一缕青烟入了出云客栈，径直朝着3楼天字房去了。到了秦欢房门外，徘徊来徘徊去，似乎犹豫不决。青烟在秦欢身上缠绕，只是感觉到他身上似乎没有半点温度。怎么没呼吸了？就是死了？烦死了！我不要钱，我不要捡钱，累死了。本想直掳秦欢，这会儿秦欢不知是死是活，此刻月娘也等不起了，他只能将秦永富一卷一块带走。青烟一直朝着门外飘去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来掳我！我是成天殿圣子，又是主火，邪祟不敢侵犯，来一个烧一个，来一对烧一对，那狗东西，全家死绝了的东西，看他能将我如何！此话一出，一阵青烟涌入，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房中。秦欢那贱人什么意思？是说我容貌粗鄙，说我身子残缺吗？要不是当年被血砸伤了身子骨，我何至于此？那恶魔不掳我，合着还是因我长得丑了。这个贱人！那股青烟只停留了一顿，便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第二日天还未亮啊，欢欢和小夫不见了，燕圣子也不见了，门窗紧闭，没有半点痕迹。财神老爷，我错了，我就是白日里捡钱捡得烦躁，梦中又是捡钱，有些郁闷。你怎么能将我让贼人掳了呢？我以后再也不敢骂你了。我姐，让我一个人慢慢的痛苦吧，不要连累我还姐，我错了。秦欢睁开眼睛时，秦永富眼睛都肿了。咦，欢姐，你没死啊？我明明摸到你断气了，身上都凉了。你不懂，这是女孩子的基本技能。到了某个年纪，我们即会拥有假死技能。等你以后娶了媳妇儿就明白了。秦欢顺口忽悠道：“反正你媳妇不是人，将来更能忽悠。”欢姐，咱们怎么到这里来了？这里到底是哪儿啊？好冷啊，我都快打哆嗦了。燕圣子还躺在地上，秦永富立马上前踹了他2脚。你醒来了，方才那恶魔可不是个东西了，竟然这般虐待你，我们想救都没法子。我当真被掳来了。黑黢黢的山洞散发着丝丝寒气，这不是我梦中的景象吗？先出去看看吧，这里似乎是一条地道。秦欢说了一声，便踏步出去。3人在那弯弯曲曲的地道中走了好一会儿，那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越发浓重了。欢姐，我听到水声了。有水一定有出口，咱们有。救字还未出口，便戛然而止。红，触目惊心的红，入目一片都是惊心动魄的红。那血池中央放着一台冰棺，中央躺着个女子。月娘？难道这些都是那些被拐孩子的鲜血？难怪却变成了一堆白骨。他这是做什么呀？借寿。借寿？你说的是那阴毒至极的借寿？听说借寿是从黑暗阵营里传出来的，他们与神明作对，私下传出了许多禁忌之法，其中就有借寿，据说是俺尊曾经顿悟出来的。这借寿极为毒辣，要借有生机和有天道气运的童男童女的寿数，若是成功，便能将人1比1的寿数尽数给他人。但这么多血，这阵法只怕是出了问题。残缺不全的阵法，数10性命，也不过1亿年抵1日的寿数。
他早在3年前便死了，如今存的这口气都不是他的。秦欢目光幽深，他从见到月娘第一眼便闻到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，那是身体腐烂的味道。你说他早死了，难怪他那父亲住在竹林中，明明四周种满了鲜花，却依然能闻见几分恶臭，甚至还有赶不尽的苍蝇，这是腐尸啊！一袭青衫的男子从暗处走了进来。月娘喝药了。你将他强行留在杨氏，以旁人1年换取他1日，便是活着身上也有驱之不尽的腐烂恶臭，甚至见不得阳光。天道公允，如何会允许他享受一丝阳光？难怪呀，他走在阳光下便说身上灼伤的厉害，甚至烧出了水泡。原来他已经不算是人了呀。那云中先生端着药给月娘灌下，强行将她恢复了一丝生机。天道哪里公允了？明明错的是我，为何要折磨他？我不平！他不过是救了该死的我，便被病魔缠身。他本该有大好年华，是我拖累了他，害了他了。所以你就以花香掩盖他身上的尸臭吗？他的相貌只一看便知道是生来素净又不喜污浊之人。你将他生生拉入泥潭，拉入地狱，你该如何呢？你说欠了他，那你知不知道他这一世只要一断气，下一世便是荣华富贵百年长寿占齐了的全福之人。但你如今这世间已无他容身之处，只要断气便是灰飞烟灭。打破世间法则，此人更是在挑衅他的权威。只要不死就好了，只要他不死就好了。都说我聪慧及妖，可我却救不了他。现在好了，你们是圣殿之人，你们身上有救死扶伤的命，用你们的寿数换他一世安然，一定够了。我用童男童女之命躲过了天道的眼，只要你们的命抵上，他就够了。若不是出了意外，他早就能活了。怪我出了差错。云中先生神色晦暗。当初他寻到了千年人参经，并且那时他天真烂漫，极其信任他，一口一个师傅。我教他为人处事的道理，教他琴棋书画，教他一切的一切，本是为了千年深血而去。你们有大功德，救月娘够了。你说他是承天殿最有天赋之人，他的天赋甚至在大祭司之上，他的神明亲和力100%，你抓他一个就够了。我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的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那燕圣子俨然急疯了。你还是不是个东西？就算你逃也好，撇下我们也好，你竟然拉欢姐做替罪羊。别怕，谁都跑不了，一个一个来。你们都是月娘的寿命。说完，双手一招，那燕圣子竟是身子不受控制的朝他飞去。就拿你一开刀吧。云中将那燕圣子直直地定在冰棺中央。不要！燕圣子的声音几乎破声，只眼睁睁地看到自己浑身的精力流逝，而冰棺中那人脸色却渐渐红润起来。他命该如此。你这丫头倒是胆大，看你浑身冒着金光，只怕前世也是有大功德之人。此生算你命不好，遇上月娘是我亏欠了你。功德善人，受上天庇佑，你就不怕被天道所察觉？呵呵，早在月娘病入膏肓之时，我便将神魂卖给了暗尊。我没有下辈子不要紧，只要月娘能活着，天道不会知晓。在我入魔之前，我已是一身正气，享誉天下的谋士，受人敬重爱戴。月娘病重在后，我为她大开杀戒在后，等我完成这一切，天道察觉也无可奈何了。本神连天道都跟我拜把子的兄弟，还无可奈何呢？大神都被你抓来接受了。说起来，这还是开天辟地至今唯一一人朝神尊接受。神尊生来与天地同寿，
就是不知道接受会如何。天道知不知道不要紧，但我知道了，你的胆子倒是天下第一。找神尊借命，你说你掳谁不好？你掳我，我就是想装看不见都没法子了。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给我收拾的吗？废话少说，我的月娘该醒了，她还想去看看大好河山，她想要四处走走。那荣玉呢？那个傻乎乎满心只有你的小人参呢？修行1000年，只得了那么几滴深血，就被你放掉了半碗。一个1000年人参精，可怜的连御物都不会，还总以为自己愚钝不会。谁能想到指自己失了元婴，又送了深血出去呢？你对他又可有几分真心，以及他一直护着的原因？可怜如他，至此都不明白自己的元婴为何会长大，甚至还会戳他的肚子。他只每日都在家中盼望着你回来。我且替他问一句，你心中可有他？欺骗如张白纸的他，你可曾有愧疚之心？你既然只为深血而来，为何又让他怀上你的孩子？好啊，原来他就是那个负心郎，骗了荣誉姐姐，修出了元婴，实际让荣誉姐姐怀孕的人渣。不是的，只要月娘好了，我便能安心离开。我会同荣誉解释一切。至于你的寿命，月娘戒了。说完，手一伸，便将秦欢虚空一抓，扔到了残缺阵法的中间。很快，血液又开始流动起来。秦欢站在血液中央，秦永富急得暴跳，扑通一声便跳进了血池中。欢姐，你等等我，要死一起死啊！下辈子我还当你弟弟。感动是感动，但是你要不抓我的邪就更好了。正好，我一起解决了。月娘总能活下来的，你们都是神明青睐之人，月娘一定能活。说完，那一阵阵冷冽的风便朝着秦欢和秦永富不停地打转。秦欢周身被那冷风席卷，但他却分毫未动。那云中先生眉头拧了起来，总觉得鼻翼间月娘身上的腐烂之气越发重了。抬眼看去，这一眼吓得他魂魄剧烈。月娘！他猛地飞扑过去，只见月娘年轻的容貌迅速老化。月娘，不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方才都成功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月娘，并不是谁的命都能借。我怎么了？我是又昏倒了？我又给你添麻烦了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云中，你知道吗？我如今很惧怕洗澡，因为脱了衣裳，我这一身的尸斑就挡不住了。我没闻过尸体的气息，但我能闻见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恶臭。我一进村子，满村鸡鸭便狂叫，狗便狂吠，冲着我又叫又吼。而以前那些动物最是喜欢我，这些都是从我身上有臭气开始。月娘，我对不住你。数十人换他一命，1000年深血给他吊命，无数鲜血为他续命。月娘自己都说不清自己还是不是个人。她的身形缓缓地消散，一点一点地消散。求你救救他，求你给他一次来世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呀！月娘是被迫接受的，她根本不知道是我连累她没了来世。求你救救她，一切后果我承担。你连魂魄都不属于自己，都已经给了暗尊，你还有什么可以承担的？云中满脸惊愕地看着他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一切都知晓？承天殿众人赶来时，云中已经只剩一口气了。秦永富也不知道欢姐对他做了什么，只知道欢姐将手附在他的头顶，那云中整个人都没了力气。师父，我的元婴又长大了，你要摸一摸吗？荣玉蹲下身子，声音一如既往地信任他。你将他养得很好，眼神近乎贪婪地看着荣玉。
师傅，你不是说很快回来吗？这都4、5个月了，荣玉一直在等你。你说在原地等你，可是那块地被征收做了圣女寝殿，荣玉成了个钉子户，逼得没法子，荣玉就考了进去，成了圣女。如今也是住在那里的，一直在等师傅回家。师傅是觉得荣玉太傻了，师傅不要荣玉了吗？师傅，是不是荣玉生血不多了，师傅就生气了呀？生血没了，荣玉还可以再养出来，荣玉以后还会结红彤彤的人参果，荣玉都给师傅好不好？师傅对不住你，师傅对不住你，玉儿，是师傅对不住你。师傅为何又放弃了呢？只要再等玉儿半年，玉儿的人参果就能长出，1颗人参果能抵100年寿数。玉儿是1000年人参精，只要玉儿长出人参果，连同玉儿一起借寿，就能让她活过来。师傅为什么放弃了呢？她是师傅的妻子，原来是师母啊！荣玉眼眶通红，紧紧地攥着裙角，才没哭出来。她不怕自己被骗，更怕自己原来做了恶人。我原来插足了别人的生活，师傅是为了生血和人参果来的吗？是，当年你被人追杀，是我雇的，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。你跟我很久了吧？我知道那些人是你雇的，但我愿意相信你。我后悔了，荣玉，此生是我欠了你的，你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都是师父负了你。她不是我的妻子，她曾对我有大恩，这些是我还她的。说完便吐出一口血，倒在地上，看着云中已经没了呼吸的尸体，有几分发呆。你说你雇人追杀我，那你知不知道我这1000年修行，虽说不曾见过血，但自保能力却是顶好的呢？不过是当年你瞧着我的目光，让我感觉到了温暖。荣玉叹了口气，坐在他的尸体旁，看不出是悲伤还是愤怒。现在回过神来，原来就跟狗见了狗屎一般。你是想要我的参血和参果呀？我太傻了。你说他是不是傻？养猪还养出感情了？秦欢一句话，瞬间将氛围破坏得干干净净。荣玉那本来还抽泣的小脸蛋直接给卡住了。猪是修不成我这么漂亮人形的，我是人参精，你不要侮辱我。本来就是呀，明明就是冲着养猪来的，这都肥了，居然不宰了，居然还……秦欢还瞥了瞥他的肚子。你不恨他？其实我知道那些杀手是他找来的，其实我也算骗了他，毕竟我都1000年老妖怪了，总不能没有半点手段吧。他俩谁骗了谁，真说不定。你们不是对神尊2、3世不感兴趣吗？怎么又问上了？罢了罢了，今儿咱们就偷摸着说2句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大家听过就忘，听过就忘啊！哎，你快说吧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连前朝皇帝觊觎他爹的小老婆，这等杀头的事你都敢说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这老头可真有2把刷子，传闻他说书极好，什么聊斋志异，什么神明意识的，还有什么鬼怪之论，全都知晓。还有人说呀，他白天给人讲，夜里给鬼讲，可受欢迎了。你那高人竟然还爱说书。几代帝王说他是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你老说神明和暗尊有一腿，那到底睡没睡啊？不会是你胡说八道吧？小老头哪里胡说八道了？从未胡说八道过。暗尊对他有意，那可不是1日2日了。只不过呢，那位没情思，简直是对牛弹琴。不，还不如对牛弹琴呢。牛是教3遍就能打转，他是下凡历劫无数次，次次遇上暗尊都没能开窍。至于睡，当然睡过了。神界睡不了，凡间还不能睡吗？2人那是同床共枕过的。哼，你连人家同床共枕都知道，那你还知不知道别的？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呀？我啥都知道。
就是神尊和暗尊就在面前，我也敢当着他们的面说，他们是睡过的。那神尊还为他脱过衣服、起过澡的呢。你呀，越说越口无遮拦了。行了，下午用了饭继续讲啊。这我可没说过，本就睡过。暗尊不止抱过他呢，还亲过他呢，天天亲。就是站在我面前，我也能拍着心口说他们睡过。一扭头便瞧见秦欢站在门口，逆着光，眼神微眯。小老头面上的得意瞬间凝固，他大概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的意思是，暗尊没千年一次的历劫，那次成了个凡人，出生还是婴儿时期的他，便遇到了凡间的神尊。因缘巧合下，竟是认了神尊当娘。本来是冲着娶媳妇去的，结果认了人家当干娘，还被人养大了。他养大的洗澡、喂奶、穿衣都是他。后来100年后，神尊回到神界，暗尊在凡间伺候恢复记忆，回到了暗界。知晓此事后，把自己关了300年禁闭。这不就是睡过吗？还亲过呢。瞧见秦欢眉心没有血色印记，心想到底是不是神尊呢？一颦一笑都太像了，气息也好像啊。你这老头竟然诓骗我，这也就睡过呀。要是真有神，你这老头头一个就给神明咔嚓了，你这是造谣。行了，今儿神子不是，书就说到这里，下次再来啊。小老头独自面对秦欢，心更抖了，心下直接给自己2巴掌。我呸！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嘴贱，好了吧？让人捉个正着呢。你知道的挺多，都是胡说八道呢。这就是吃着瓜子喝点小酒上了头，胡说呢。神尊清清白白，暗尊在暗界待着，哪里有那么多机会偶遇呢？你说他在凡间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人的化身？没有的事儿，绝对没有的事儿。这么多年，神尊下来至少也得5、6回了。回都是100年，哪有那么巧呢？您说是吧？先生，您是不是喝多了？您这招牌可写的是吃瓜只吃真实的瓜，绝对没有半句虚言那种。您可是指天发誓说的，没有半句虚言，胡说八道就天打5雷轰的。而且你可是拍着胸口说的，那暗尊对神尊有见不得。老头直接跳下去捂住了他的嘴。行了，打扫干净就赶紧出去。你这是要害死我，要玩死我呀！这说书嘛，自然都是说给底下人听的，一出口听都就过去了。他们就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。暗尊和神尊那可是2尊大神，哪里是旁人能随意乱说的？我就靠着这张嘴赚点钱呢。神尊光明磊落，乃是上天的宠儿。暗尊活在黑暗中，见不得人，一看便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2人怎么可能有交集呢？你说是吧？暗尊如何敢觊觎神尊呢？那等淤泥里的臭泥鳅竟敢觊觎神尊，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？顾某是奉陛下之命，请高人出山。顾韶光点了点头，他不懂为什么这老头见了他就两股战战，浑身打哆嗦。为啥要如此对待我？为什么呀？出山呐，哈哈，挺好的。小老头可别管什么出山了，就是他死了要将他出土，他都没意见呢。其实吧，暗尊人也挺好的，他其实也很有爱心，很喜欢小动物啊，而且极其信守诺言，是个君子呢。对，君子。小老头讨好的看着顾韶光，不管你是不是，这他妈手上握着那柄剑，就能让一个吸收天地灵气千万年的百科全书消散。不过他也没说假话，暗尊确实喜欢小动物，顿顿都有，夜宵都不落下。方才你不是还说喝多了，别的咱不说了，咱就先收拾启程吧。陛下一定等急了吧？走，我没什么好收拾的，现在就走，咱们现在就能走。姑娘，
娘，您不知道，你们走后府上遭3次贼了，还是紫荆姑娘连夜派了侍卫过来。咱家住着个财神，府上金银无数，可不招贼吗？秦欢轻笑一声，谁知丫鬟的脸色却极其古怪。可是丢了很多金银，放心吧，只要大家都没伤着，倒是好事了。丫鬟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难道是丢了宫中赏赐的贡品？丫鬟又摇头了。这也没人偷，小贼全都进了小富公子的卧房，小富公子用过的茶壶茶杯全被人溜门撬锁进来顺走了，还有公子的鞋袜以及公子的衣裳全都空了，连穿过的里衣里裤都没了。丫鬟面色有些尴尬，他们没想到有人偷这个。行了，你们先去准备晚膳吧，知道你们都忌讳今日，等晚膳结束都待在各自房间，不要出来。若是害怕，便去关系好的姐妹房中待着，实在害怕，你们将府上全都点着灯，一群人坐在一起便不怕了。秦欢知道凡人忌讳鬼神，便也理解他们。若是担心明日起不来，便饶恕你们所有人，明日晚起1个时辰。姑娘可真心善，能伺候姑娘是奴婢的福分。这一进门便瞧见院墙上坐着一个人，正要翻身下围墙。这几人一进来，便正好给对上了。有贼！小贼又来了，快来人呐！丫鬟惊叫一声，急忙挡在秦欢跟前。他偷了我的内裤！快追，快追呀！这些畜生连裤子都不放过，你们还是不是个东西？小贼，你这小贼，老子追你到天涯海角也要杀了你！放下小爷的内裤！秦永富急得在墙底下跳脚，丫鬟却是双手一摊。好嘛，最后一条穿破了洞的都没了，都没了。街道上，秦老大呼呼地喘着气。这小崽子连亲爹都不认识，没死在敌人手上，几次都差点死儿子手上。嗨，以为他们在家里受苦呢，没想到竟然有朝一日还要靠儿子的礼库庇护自己，没想到过得这么好。这百鬼夜行，凡人避让。他们这等在夜间行走之人，若是无神明之物庇护，只怕分分钟就完了。偷儿子内裤不算偷。行了行了，别气了啊！你是个男子汉，大度点儿。男子汉被偷内裤也大度不起来，多恶心啊！什么人如此令人作呕啊？恶心死人了！你说说，这种人一定是没有媳妇儿、没有子嗣的官夫吧？诅咒他，诅咒他，诅咒他生儿子没屁眼儿，生个儿子娶不到媳妇儿，气死你，气死你！